体会人间冷暖，看尽世间百态。欢迎您收听人生语录。人生就像一列火车，每个阶段之间像火车车厢一样互相连接，而中间的连接处常常是命运的转折点。你可以决定从哪儿下车，也可以继续随着车前行。只是当你每次走过车厢连接处后，你都会发生一些变化，展现在你眼前的是另外一幅风景。你也不再是从前的那个人。人老了以后，会生出一些对死亡的恐惧和孤单寂寞的感觉。然而，只要生命没有逝去，一个人总该想着如何去生活。退休后，其实人就只剩下了一件事要做，那就是快乐的生活。能明白的人更好命。55岁的顾阿姨退休后才明白这一点。我是顾阿姨，刚退休1年，生活给了我一些感悟。回顾人生，我忽然发现感情的长久离不开利益的趋势。人与人之间所谓的好感情，不过是建立在利益和金钱的来往中。当两者相冲突时，也就是能看出彼此是否真心的好时刻。金钱和利益是所有感情的试金石，也是人性的显微镜，在他们面前，所有的一切都显现原形。或许是人性使然吧，每个人的骨子里都是自私的。当自私超过了彼此心里的底线时，路也就渐行渐远了。曾以为年少时的感情是最真的，经事后才发现，岁月是把双刃剑，而感情经不起时间的岁月的打磨。人到晚年，我突然发现，人生是一场攻心计，想要有个好命，过得舒服，就要把自己变得薄情些，才能更快乐。所有的多情，走到最后只会让自己受伤。越是重感情的人，越容易被人伤。我和老伴的感情开始于匆匆校园。出校门后，老伴主动地追求我，对我很体贴，让我很感动。这样的老伴让我的心很暖，所以嫁人后，我对婆家人也特别的上心。只要是我爸妈有的，公婆肯定有，甚至有时候我爸妈没有的，也会给公婆准备一份。老伴对我好，所以我愿意对婆家人好，不让老伴在中间为难，尽力做到自己能做的。我想大家都好好的，都幸福。然而，事实告诉我，我想的太简单了，事情并非我付出了就能有好结果，再好的感情也终有消逝的一天。老伴在我们婚姻10年后背叛了家庭，背叛了我。当时的我特别的伤心，我希望公婆能劝劝老公，公婆却认为我疑心太重，瞎胡闹，根本不相信自己的儿子会做出这种事。更让我难受的是，公婆竟然说我好日子过多了，活得没事找事，是个搅家精。没有人站在我的这边，他们只会护着，相互的遮掩。我的心拔凉拔凉的。那些我以为的付出，给公婆买各种东西，吃的用的穿的，帮婆婆分担家里的重担，做家务做饭等等，这些都是我作为儿媳妇该做的。他们不会把我的好放在心里，只认为进了他家的门，做什么都是应该的。婚姻一场，我终于明白，自以为是的付出是廉价的，是不被珍惜的。在家庭里，深情也要给对人，不然就是不幸的开始，而薄情却能让自己的生活更舒适。离婚后，我有一段时间总是问自己，我做错了什么？我的未来要怎么办？怎样才能过得更幸福？跌跌撞撞中，我学会了为自己而活。我开始拼命地学习，提升自己，让自己能够不被社会淘汰，让自己的能力更强，有能力让自己生活得更好。慢慢地给自己攒下了一些钱财，买了属于自己的房子，有了一个安乐窝。父母也曾劝过我，还这么年轻，再找一个吧，女人总单着怎么行呢？他们还常常给我介绍对象，想要让我去见见。
我却再也不愿意走入婚姻了。我已经学会了独自生活，不想再去做谁的老妈子，也不想让自己的孩子有想法。对于复婚，我也未曾想过，一段被背叛了的婚姻不值得回头。亲友们劝我，老伴改了，我哪怕为了孩子，也应该再给他一个机会去复婚吧。可是曾经公婆的态度，老公的背叛，让我过不去自己心里的那个坎。我不再愿意相信他们。我想，如果我现在过得比以前差，他们又怎会回头来找我呢？现在的我，只想活好自己，过自己的日子。往事不可追，哪怕再回头，也已经找不到曾经的感情，裂痕始终在，不如往前看。年纪大了，孤单慢慢的袭来。我也曾试着交往过一任朋友，一开始确实挺幸福的，相处自然，有话聊，他也很体贴。可依旧敌不过现实，大家都是成年人，都有自己的孩子，一旦涉及到利益，彼此都不愿意退让。那些所谓的体贴和幸福感，在利益面前一文不值。有的只有利益的衡量，只有价值的预估。他的儿子到了要成家的年纪，他却一点也没有准备，反而常常借着话题试探我，让我帮他出一部分钱财。对此我是拒绝的，我有自己的孩子，这些东西自然要给我的孩子先准备好。既然我没有看着他的财产，那么我希望他也能有分寸。没想到，因为我的拒绝，他竟然说我爱钱不爱他，还说我过于精明、物质，没有男人会喜欢。对此，我不想争论，也不想去说什么。如果感情是用金钱来衡量的，那么或许我确实精明吧。可谁又不是这样的呢？他之所以对我好，不也是带着算计的吗？何必把自己说得那么清白？我并非没有说过，以后我们在一起，他的儿子结婚，可以把他的房子给儿子住，他搬过来跟我住，或者我们出去租房子住，只不过是他自己不愿意罢了。他想要的太多，而我却承受不起，深情的掩盖下带着的小心机让我发凉。分手是最好的选择，我不想等到我没有价值了，被他抛弃，也不想被他欺骗得一毛不剩。活得理智些，薄情些，才能不被男人所迷惑，才能把自己的底给守住，有个快乐幸福的生活。人活一世，要想活得快乐些，过于充分的感情要学会收敛，做个薄情的人。无心之人，我们要学会断舍离，及时止损，去珍惜那些爱我们的人，对我们好的人。只有爱自己，才能更快乐。感谢您的收听，下期再会。